现在其实很晚了，现在11月8号晚上9点08分。我本来想下午就出发的，但是因为下午有个拍摄，所以我就耽误到现在了。我就突然有个想法，想要来个单人的1天1夜小旅行，顺便测试一下我的一个新装备。那到底是什么新装备？晚点再揭晓，然后我们再看看有没有办法拍到很漂亮的夜景。Go！ 沿路大概有一半都没有路灯呢，然后我到目前没有遇到半台车。现在停车场只有我一台车，我也没来过这边，先走路看看好了。有人看得出是哪里吗？哇，没有人。这里是屏东太武乡的太武咖啡广场。叫咖啡广场的原因，我想应该是旁边有蛮多间咖啡店的吧。听说这边有屏东版的100万夜景。好可爱的吉祥物，穿过吉祥物之后，哇，夜景！哇，大家有看到夜景吗？我来换个望远看看好了。目前看地图的话，前面好像是东港，然后高雄市在那边，但现在这边有个被挡住，我等一下再用望远镜头确认看看。没想到看景蛮顺利的，可以去拿相机了。哇，好酷哦！无人24小时自助商店呢。我还想说这是什么嘞？其实就是自动贩卖机，卖一些零食、饮料。发现这个路灯好像是感应式的耶。回车上拿好脚架及相机，看这个夜景，可以感觉其实能见度没有非常好，远处都有着一层薄雾。别说是小琉球了，我也对能否看到85大楼打上一层大问号了。现在都会先用手机拍个大概看看，能见度实在不佳，就先回车上睡觉，打算等到清晨再看看。山林间的 ASMR。刚刚在车上躺了3个小时，本来想说要睡觉，但是真的睡不着。发现其实还是有一些漂亮的景可以拍。完成了。年轻的时候其实蛮常这样一个人骑车出去拍夜景，这还是第一次一个人开车做这件事。舒适度虽然好很多，但是自由的感觉其实是下降的。沿着太武林道开上来的时候，树间其实就能看到一些景色，但开车的时候就只能专心开车，到目的地才能好好看景色，没有办法像机车一样随时发现就能找路边停下来，这点真的是我喜欢骑机车的原因。现在已经凌晨3点多了，但是就是因为睡不着觉，所以我来拍照。其实拍照真的很好消磨时间，因为你像这种夜景的话，一张30秒，30秒之后还要再等30秒降噪，所以一张照片至少1分钟起跳，然后再构图啊、找目标什么的，尝试个几张之后，通常10几分钟就没了。这个现在拍到这个好像有可能是潮州市区，有可能方向是潮州。回家比对地图，似乎是潮州的公园路没错。按下快门之前只能看到这种乌漆麻黑的东西。我本来想说这一点可能是85大楼，结果拍下去就跟银河一样，上面黑黑的，什么都没有，拍出来其实还是有光，所以85大楼应该是在更上面。我改变计划了，我打算吃完泡面就回家。那我到底要怎么泡面呢？请看。大家会不会觉得太夸张了？我怎么又多入手了一台？没错，这就是我新入手的移动电源 AC2P。最主要还是我需要一个轻量化的移动电源，满足我半天到1天在外作业的需求。这台 AC2P 容量约230瓦时，重量约 3.6 公斤。其实跟之前买的 Anker 521差不多，但我使用过之后有几样特点真的是好用非常多。第一点就是我现在要跟大家分享的。我要用这个电锅烤它来加热。首先大家看这个，
AC2P 其实110伏特 AC 的输出最大是300瓦，但是有个方式可以驱动超过300瓦的电器。你看我这个电锅，它其实额定功率是480瓦。因为加热比较耗时间，所以我们先来加热。现在还有62%的电。好，打开 AC。其实我看不出来我加了多少水。这时候电锅自动保温，然后这是30瓦。然后这时候我们按下煮饭的话，它会跳电，因为这个超过300瓦了。这时候呢，如果连上它的 App 的话，它有一个大力士模式，把它打开，重新 AC 电源，这个时候再按煮饭键，它就可以成功运作了。所以说啊，这个大力士模式真的厉害，它不是超频。它不是让它这个行动电源可以用超过300瓦的电器，而是降频，它让这个480瓦的电锅降到300瓦，所以它的功率会比较降低，就是顶多就是加热时间再长一点点，但是至少它是可以用的，我觉得这个很棒。然后它还有个大优点，就是它可以使用 App， 这个 App 是用蓝牙的，所以你不用连 WiFi 网络也没有关系。你只要机器在附近，蓝牙连接得到就可以了。你看，现在它就是稳定296瓦输出，显示资讯上面是充电的部分，左上是太阳能板输入，右上的电网就是市电，下面是输出 ，DC 就是 USB 等直流电，右下 AC 是交流电输出。而且你可以远端控制输入输出的开关，这个我已经测试过一段时间了，我用太阳能板充电已经省了25块钱。目前已经发了8.4度电了，然后它的设定也是非常多选项，我觉得真的不错。再来看一下情况，哇，持续296瓦，真的还蛮稳定的。但是过10分钟，从60%降到快30%了。看来只能再用个10分钟了。我在家就先准备好了便当盒，把菜跟蛋以及泡面放进去。现在想想应该再多放个罐头。有啦，快滚了，差不多滚了。其实这样就可以了啦。我就这样子吧，5%的电，不要让它消耗太多。是我要说，冷冷的天吃这个泡面真的还蛮爽的，而且这真的这个口味超好吃的。哇，吃完整个热起来了，事不宜迟，赶快回家。最后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它补电的方式。第一个是在车上可以直接用点烟器车充，以我的 Fit 3来说，功率差不多100瓦，大概2-3个小时就能充满了。那如果用市电的话，充电有3种模式，标准模式下大概130瓦，静音模式大概80瓦，快充模式大概270瓦。平常用标准模式就很足够了。最后是太阳能输入，拍摄这一天是11月14，台风刚走不久，一样是用恩能科技这款200瓦吸带式太阳能板。详细心得跟上次一样就不多说了。比较重点的是，之前 Anker 521那款太阳能输入最高只有65瓦，即使容量不高，但这个充电速率真的太慢了，我要充1个下午才能把行动电源充满。这款 AC2P 支援最高200瓦马上测试给大家看看。随机有附上这条充电线，接上太阳能板及充电口，可以看到虽然是秋冬的太阳，但直接就有136瓦左右的输入，速度至少就快2倍了。
但要记得也是要打开快充模式，不然也是会卡在130瓦。我现在没出门的时候就让它当充电中继站，放在家里接上顶楼的太阳能板，稍不注意早上11点前就能透过太阳能板从0充到99%了。我还要想办法接电脑接笔电来消耗电量，真的让我感受到使用太阳能的快乐。所以你如果有这种小型移动电源需求的话，我觉得这款 AC2P 真的不错。我已经用了1个多月了，我目前没有觉得它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。我是米拉爸，如果觉得我的影片不错的话，请帮我订阅、按赞、加分享哦。我们下支影片见，拜拜。小宝宝。